嗨，大家好，我是于哥。在1927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一群顶级物理学家围坐在会议桌前，照片黑白，表情严肃，却注定成为20世纪最传奇的科学对话场面。这就是第5届索尔维会议。而这场会议的灵魂戏码不是在黑板上的公式，而是波尔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的大辩论。说来奇怪，这不是一场互相推翻的争论，而是一场两位天才彼此抛接思想炸弹的巅峰对弈。说到艾哥和波尔的辩论，有许多戏码非常有趣，这可是科学爱好者珍贵的解渴饮料。由于有许多 UP 主讲过，这里就不啰嗦了，我们直奔今天的主题：爱因斯坦的可动缝思想实验和最近麻省理工学院 MIT 真的实现了这个思想实验，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艾格和波尔一开始争论的核心就是我们今天高中课本上都讲的双缝实验。你拿个板子戳灵个窄缝，让光或电子穿过去，照在后面的屏幕上，本来应该看到2条亮条，就像扔2把豆子落下2堆。但诡异的是，你看到的是一圈圈明暗相间的塔条纹，像水波相互干涉。这说明光不是豆子，而是波。但你一旦在缝边上装个小探测器，看它到底从哪条缝过的，条纹消失了，光又变成了豆子。这就像一个小孩玩躲猫猫，一旦你偷看它，它就不玩了。波尔说，这就是量子力学的规则，你一旦测量路径，就改变了结果。测量行为和结果是不可分的。但爱因斯坦不服，他说，你只是没找到更巧妙的办法，我偏要又知道它从哪儿过的，又保留干涉图样。于是爱因斯坦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反例，被称为可动缝思想实验。他说，想象我们把这2个缝做在一个可以轻微磨动的档板上，像一张挂在弹簧上的纸。如果一个光子是以粒子的方式从某一缝通过，它应该对那条缝施加一个微小的反冲力，这种力就像一只小鸟穿过窗帘时带起的一点粉儿。如果我们足够精密地测量这点抖动，我们就能知道光子到底走那条路。但同时我们又没碰光子本身，它应该还是能像波尔一样干涉呀。波尔听完后并没有慌，他掏出的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你要知道，档板位置的精度越高，它的动量就越模糊，而这模糊会直接破坏干涉。波尔说，你越想知道它走哪条缝，就越看不见干涉图样，这不是技巧的问题，而是自然的原则。几十年过去，大家仍然津津乐道，但真正能把这个可动缝思想实验做出来的一直没有。直到2025年 MIT 团队干了一件几乎不可思议的事儿，他们真的制造了那2个可动的缝，但不是用弹簧和纸。研究团队用激光把原子和文字轨冷却到接近绝对0度，并用光学手段其束缚成可控构型。在这些超冷精细调制的氦原子云中，会出现只在光子单原子尺度才有的现象。起初他们研究的是光散射如何揭示由超冷原子构成的材料性质，随后意识到可以定量评估散射周径更像粒子还是波，并以此在理想化条件下实现著名的双缝思想实验。在新研究中，他们使用超过1万个原子，将其冷却到微开尔文，并用多束激光排成等间距类晶格2叶，原子间距足够大，可谓视为单个孤立而且相同的散射体。大量原子也让信号更易滴测。他们以微光照射观察单光子在相邻2原子上的散射，模拟双缝。这些单原子就像可构建的最小狭缝。为在单光子层面工作，他们多次重复实验，并用超敏感探测器记录散射光图案，由强度分布直接判断光更像粒子还是波。他们特别关注半波半粒子的情形，并通过调节原子的模糊度、位置确定性的可控改变，来调节光子呈现波或粒子行为的概率。每个原子由激光束缚，束缚越松，原子越模糊，空间分布更广。更模糊的原子更容易被撩动并记录光子的路径，因此提高光子呈现粒子行为的概率。观察与理论描述一致。
他们还检验了爱因斯坦关于可动缝的想法。传统上，有人在双缝模型中引入弹簧样药副来讨论波粒二象性。基特列德团队先用激光束缚原子类弹簧，随后在多次实验中关掉这个弹簧，并在100万分之一秒内迅速测量，使原子短暂地处于近自由空间。无论有无弹簧，结果相同，光的波和粒子特性不能被同时观察。团队据此举出，关键不是弹簧，而是原子的模糊度，需要用光子原子间的光子量子相关来给出更深刻的描述。你可以说，这是对波尔定律的一次至极精进，也是以风给爱因斯坦的温柔回信。在光子世界里，你想知道什么本身，就会改变它是什么。这项研究的论文标题是单原子波包的相干与非相干光散射，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也恰逢联合国将2025年定为国际量子学技术年，向量子力学诞生100年周年致敬。